孩子说不能让我生活好，把我生出来遭罪干什么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想起了芥川龙之介的合同一文，其中有一段大概是说，合同国里的合同，产妇生产时，接生婆要先征求产妇腹中合同胎儿的意见，问问她愿不愿意出生，要是愿意就继续接生，要是不愿意就给产妇打上一针，胎儿就会立即消失掉，产妇的肚子就会立即瘪了下去。当时第一遍读的时候，只是觉得荒诞不经的笑话，后来想想觉得好像有点道理。现在又看到这个提问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不过这篇文章离现在有90多年了，芥川写完这篇文章没多久就自杀了。这话也分谁说吧，要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小孩，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让孩子吃穿不愁，9年义务教育一点不落，也没有家教的小孩，只是被班里的小富二代刺激而说出来以上的话，我觉得这孩子是的确缺乏感恩之心，需要教育来引导修正价值观。但如果是一个名叫招娣的女孩，每天被逼着照顾弟弟，好吃好穿从来轮不到她，从小被爷爷奶奶叫做赔钱货，初中毕业就被逼着出去打工，并且告诉她以后弟弟要买房子娶媳妇儿都是姐姐的责任，那他如果说出上面的话，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每个父母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，一个成年人不应该连小孩都不如，如果连小孩都可以思考这么痛苦为什么要出生，一个成年人更应该思考这么痛苦为什么要生孩子。没有过反思，又连原始的生命力都没有，无法本能的回答生活很糟却可以很美。这样的家长其自身就缺乏生活的勇气和动力，以至于被一个孩子天真的话问住和困扰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答案，而是思考和勇气。家长无论回答穷人也可以过得很快乐，现在虽然过得很难过，但以后会幸福。因为我需要家庭，需要孩子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养儿防老。事实上，家长回答任何一个都是自洽的说法，都是内心强大和安全的态度。恰恰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，无法面对孩子，连自己都无法安慰，更不能给孩子提供安全感的家长，才会被这个问题质问住，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么艰难为什么要出生，这么艰难为什么要生孩子。当这些成年人，这些家长连自己都对出生，对自己生活迷茫，不自觉地将生活的怨恨与恶意宣泄给孩子，孩子的迷茫其实恰恰是被父母传染和教育出来的。一个30来岁甚至更年长的成年人，面对孩子的质问，不敢去面对内心，不敢给出正面回答，这才是这个提问最大的可悲之处。承认自己的欲望，承认自己的脆弱，承认爱或者不爱，这都不是问题。问题是30多岁还无法应对生活的家长，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家长，他们对孩子的持续污染，相互形成负面共鸣，这才是一个家庭最糟糕的地方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何以为家》这部电影？当这些话出自一个孩子之口，很可怕，也很发人深省。这可能离我们很远，也可能离我们很近。当孩子觉得我们不应该把他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些发自肺腑的话，可能就是发自孩子的内心的声音。我想起诉。为什么要起诉父母？因为生了我。我希望大人听我说，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。我只记得暴力、侮辱、殴打、链子、踢的。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：滚，婊子的儿子，滚！你这垃圾！生活是一堆狗屎，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。生活是个婊子，我以为我能做的是做个好人，被所有人爱，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。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。我曾经以为我们长大了就会变成好人，受人尊敬和爱戴，但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变成那样，他要我们当地毯，供人踩踏。人生就像狗屎，比我脚上的鞋子还脏。我希望大人们能听一听我的话，我更希望那些无力照顾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。法官阁下，赞恩没有出生证明，也没有去过市政厅登记过。赞恩的父母显然也不知道，你儿子还没有出生就死了，他并不存在，连番茄酱都有名字，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孩子能得到什么呢？暴力、虐待、侮辱、殴打。我听到最温和的话是滚开，滚让，
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还有这么多的不幸在发生着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有，我突然看到我老公的脚了，我把脚拿走，你的脚。这个世界对赞恩来说太过于残忍，让他还在以孩童的时候提前成长成为了他人。哪怕他没有放弃努力，依然还保有着孩子的天真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却依然让他无力。就是这种天真和现实的碰撞，撞击着我们柔软的内心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可最后看到赞恩的笑容，又会觉得生活还在继续着，哪怕很艰难，活着就依然会有希望，不是吗？何以为家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一看。我怀我们家小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，当我遇见一个人，最后用当我遇见一个人做一个总结。李雪说，爱孩子便如他所示，而非如我所愿。我不要改变你，我只是如你所示的爱你，不带批判的拒绝，没有委屈的付出，爱的流动如此之美，孩子必将获取丰盛的人生。